您好，这儿是静姐说花，搬了这几棵花过来，要做什么呢？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看看这几盆花，然后再切入主题。这颗粉色的只有一枝花，花很大，排得齐齐整整的。去年它是开了2枝花，也排得齐齐整整的，像个大花球一样。去年那2枝花谢之后，到出今年这一枝的那个花芽，中间间隔好像特别短，它的营养生长也不是很充分，而且还一个不留神晒伤了一片叶子，那片晒伤的叶子后来自己落掉了。即便是有这些诸如此类的不好的事情，它依然还是开出了一枝还算是挺漂亮的花儿，是不是说明它还挺强壮的？再来看它的花朵排放的这么齐整，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没有把它动来动去，主要是花梗生长的后期朝向一个方向，因为花儿有趋光性，它会向着光的方向生长。这个知识点咱们之前也多次说过，要想开出来的花儿排列齐整，摆放的方向很关键，因为花儿有趋光性，可以利用它的这个趋光性，让花儿的朝向趋向一致。但问题来了，看看这些小花儿，看看它们的方向，是不是乱七八糟的，什么方向的都有？可是我对它们的摆放位置也没有转来转去，也是按照一个方向来摆的。它们的花儿为什么没有排列的那么齐整呢？难道这些花儿没有趋光性？那倒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些品种花儿太多，小小的挤在一起，它根本就没办法随意转动它的脖子。所以这也说明了花是否排列的齐整，除了后天的摆放方向，还有先天品种的原因。有一些园艺品种在培育的时候，花朵齐整就是选项之一，所以那一类的花朵就特别容易齐整。比方说像这个粉的这个，看从背面看看，看它出花苞的间隔、角度等等，就是特别利于齐齐整整。再看这小花品种的，它这些花苞出来的位置都已经不齐整了，主花枝上长侧花枝，侧花枝上还在长侧花枝，这些侧花枝以及花苞出现的位置都特别的随意，那个花能齐整了吗？先天就不足。但这就是它的风格，主打一个随心所欲。看完最齐整的这个粉的，我们再看看旁边这个粉的，排的也算齐整吧，没有刚才那个齐。花的尺寸也不一样，这颗小一些，所以这2颗粉的不是同一个品种。具体是什么品种，我倒是不知道名字，都是极其普通的超市品种，或者说园艺品种。这个粉的呢，今年是2枝花，也就是出了2个新的花芽。其中比较大的这一枝，如果侧过来看，还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侧花枝，花苞还没开。这一盆呢，也是年年开，年年都不掉链子，花每年也都挺多，有时候是1枝，有时候是2枝。这颗给我的感觉就是生长相对来说挺迅速的，非常的强健。它曾经还有过一个高芽，摘下来之后也是长得特别快，很快就长得特别茁壮，并且开花了。我记得我把它给送人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颗应该是特别早期的时候，我在超市收的花号打折花。这2颗粉的
应该都是特别早期的时候的花儿。它们两个呢都长得很壮，除了什么晒伤之类的，基本上也不太会出问题。我好像没记得它们生过病啊什么的，就是一点都不娇气，所以照顾起来特别省心，还特别有成就感。我们再来看后面这棵，这棵啊，整个植株就说它那个叶子根那部分，是我所有兰花里头最大的。它也是年年开花，也经常出2枝花，再加上一些侧花枝。花朵的尺寸不算是最大的，但也是挺大的花。今年这会儿是2枝花加一些侧花枝，这会儿还没开全。如果开全了之后，也是会形成一个好大的花球。不过花朵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就没有前面第一个看的那个粉花那么齐。这棵的摆放我并没有给它搬来搬去，是按照一个方向来摆，那花朵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这棵呢，我还发现一个现象，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光给的充足，花才能开得好，开得多。就我家这个环境来说，如果摆放在室内，不是靠近窗的话，那个光就不算很足。这之前曾经测过。那有一些品种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会适当的把它们拿到户外，或者是整年都放在比较靠近窗的位置，花的数量和质量会有明显的改善。否则花的数量有可能偏少。但是这棵不用，这棵就摆在室内，也不需要靠窗，它就可以长得很好，叶子、花儿都可以长得很好，根也长得很好。我还曾经试过把它拿到户外阴凉的地方，想着说这样是不是会更好，结果放了几天就发现其实不然，放在外面它反倒显得不那么精神。后来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屋里，始终在屋里，并不是光很强的位置。因为它的蜘蛛个头太大，也没有办法放在架子那儿。架子那儿后来我不是还装了补光灯嘛，所以它也没有享受到补光灯的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它就在普通的人生活的环境内，就这普通的室内的这个光，它就可以长得挺好，花儿也开得挺好。您说遇到这样的，多省心啊，多有成就感啊！这棵也是我养了好几年的一棵。咱们再来看看这大白花。大白花我有好几棵，其中只有一棵是我很早期的时候自己买的，其他那些都是陆陆续续朋友们送过来的，所以导致我也不知道哪棵是哪棵了，因为它们长得好像都一样，也都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养。我把这棵搬过来，是因为这棵近期发生了一些事儿，上了好几回镜。它曾经因为不停的续花，在续花的时候还长新的花芽而上过镜。在今年年初，也就是2月份的时候，曾经因为长歪了而上过镜，感觉歪倒的那个程度实在是难以扶正。结果被我拦腰斩断，一剪刀下去变2颗，于是不得不又多了一颗大白花。现在是10月初，2月份刚动了这么大一个手术，10月份它就又开花了，也就才7个多月、8个月不到的时间，这期间还夹杂着冬季。我这冬季因为室内环境温度有点低，它们几乎不长或者生长很缓慢。以它现在的这个表现来看，这棵是不是也算是生长非常的强劲呢？它也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营养生长，就是让它长根长叶的时间不算很充足。
主要是因为在家里这个温度吧，没办法，只能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只要温度一低，它就不安心长根叶了，就想着要开花。不过好在这棵以及刚才那些粉色的，在长花芽的同时，根和叶还都能缓慢的跟着稍微生长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完了我搬过来的这几盆花，那我今天要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呼之欲出了？我想说的是，如果您刚刚开始养蝴蝶兰，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些失败的经验，那我给出一个建议，就买这些看上去特别普通的、很强壮的超市品种来练手，尤其是这些大型的、叶子花都大的这些，通常会生长迅速，植株强壮。这就好比一个新的老师不太会教孩子，架不住这个学生他聪明啊，稍微教教他的成绩就很好，那您说这省心不省心呀？超市卖的这些特别大众的品种，在培育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很多的因素，其中生长迅速啊，比较强壮啊，不容易生病啊，等等等等，应该肯定还会包括容易开花啊，容易多花啊，花开的好啊，等等，这些一定是在考虑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就拿这些先天基因上就比较强壮的练手，等到养这些养出来一些心得体会，觉得自己比较有经验了，再去养那些娇气的，相对来说这不就容易了一点吗？碰巧我养蝴蝶兰的顺序正好是这样，最初的那些呢都是特别好养的超市品种，所以我就觉得哇，我稍微研究了一下，怎么就能养得这么好呢？给我激动坏了，以为我自己多么厉害呢，其实是这些品种非常好养。但不管怎么说，确实给了我继续养下去的信心。如果说您不喜欢大花品种，就喜欢小花品种也行，小花品种里头也有很强健的，估计比较强健的品种也会在超市品种或者说园艺品种里出现吧。不过实话实说，我回忆了一下，好像容易生病的多半都是相对小一点的，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拿来练手只买一颗的话，就买个大的。如果买2颗，当然可以一大一小都试试。好，今天这期视频呢，算是聊天儿，到这儿呢就要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接着聊。至于聊什么呢，现在还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